心情不好，不想要去上课，可以正大光明的请假吗？最近台湾的高中职开始试办心理假，让学生在心理不适的时候可以请假休息。消息一出，有人大力支持，也有人大力的反对，在网络上面吵成了一团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心理假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今年3月起，教育部宣布，依照各个高中职的意愿，开始试办身心调适假，也希望从今年的8月开始，可以成为全面推行的政策。但这样子的决定却引起了相当两极的评论。一方面呢，有网友非常的支持，认为学生的心理问题终于被学校给重视了；而另外一方面，却有很多人批评现在的高中生太草莓，动不动就要请假，心理假只会成为大家旷课拒学的新借口，让高中生更没有抗压性。到底现在的高中生为什么需要心理假？心理假真的有用吗？为什么有人反对呢？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。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，苦口婆心，往往输给了灰心？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，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，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？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、价值观，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，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向试阅，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。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，最低6折起结账，输入77推荐，还有再9折，让芒狗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，一起充满信心，快乐学习。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。很多人质疑，当学生那么轻松，有什么压力？真的有需要放假吗？其实从数据上面来看，现在学生的心理问题似乎真的越来越严重。根据教育部统计，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当中，试图寻短的通报件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。2016年呢是1089件，但到了2020年竟然暴增到了8730件，成长了8倍左右。另外，卫福部调查显示，台湾每4个高中生就1个有自杀的想法。而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，台湾高中生严重忧郁的比率呢，竟然也高达了22.9%，这些指标都令人非常担心。专家普遍认为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。举例来说呢，升学主义一直都是台湾学生最大的压力来源。尤其现在新课纲上路之后，大家的教学内容考试方法都不熟悉，更是让学生对未来充满了不安。另外，这10年之间，社群媒体的崛起也被很多专家认为是罪魁祸首。已经有非常多篇的报告指出，青少年在使用社群软体过后，很容易出现焦虑、沮丧、自卑的情绪，甚至出现饮食失调、失眠的状况。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，现在青少年的社交互动很多都发生在社群平台上，这也让他们难以离开社交软体，继续的陷在负面的情绪漩涡。不管是哪一个原因数据上面来看，青少年的身心困扰确实是越来越严重，也让高中生们跳出来呼吁，我们需要心理假。心理假呢，是让学生在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可以喘口气，请假休息。跟病假不一样的是，它基本上不用出示任何的证明，只要学生觉得状况不对就可以请假。而台湾的学校之所以开始推动心理假，可能是受到了美国的影响。最近10年，美国同样也遇到了忧郁症年轻化、年轻人自杀率升高的问题。而在2018年，奥勒冈州的学生主动发起一项法案，希望公立学校能够新增心理健康假，减轻年轻人的压力。很快的，这项法案获得了政府的支持，其他州也陆续的跟进。截至去年4月已经有12个州通过类似的法案，在各级学校实施心理假。根据调查，在请过心理假的学生当中，有77% 的学生家长表示，他们的孩子因为心理假产生了正向的改变，对于心理假的效果给予肯定。不少医学专家也认为，心理假不只能够减轻学生的压力，学生在短暂休息过后，学习也会更有效率，希望这样政策可以落实到所有的学校。后来2021年，高雄的中山大学成为了台湾首间设立心理假的学校，正视学生心情感冒的问题。他们认为就像感冒一样每个人都有精神状况不佳，需要调适情绪的时候，希望透过心理假接住需要协助的学生，让他们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，避免情况恶化。而在短短的2年之内，包含了台大、政大在内，至少有18所大学响应，开始推动心理假。光是111学年度就有将近3万人次请假，而这股趋势呢，也让教育部决定扩大推动，在高中职试办心理假。那么具体来说，心理假是怎么样实施的呢？目前每间学校对于心理假的规定都不太一样。举例来说，台大规定只要心理不适或精神情况不佳，导致上课有困难的时候就可以请假。不过每学期呢，最多只能够请3天心理假。
另外在第2次请假的时候，系统就会通知学校的辅导单位，启动后续的关怀机制，看看学生是不是哪里要帮忙。而至于目前在高中试办的心理假呢，规定基本上差不多，同样有设最多请假3天的上限。比较不一样的是，高中生会需要家长或是主要照顾者的同意才可以请假。总体来说，专家普遍认为心理假是一个利益良善政策，可以帮助高中生注意心理健康。但是很多人担心规定不够严谨的心理假只会被高中生滥用而已。有人担心心理假只要家长同意，但部分的家长过度溺爱，会让小孩养成了逃学习惯。有高中校长就说，从大学的状况来看，很多学生只是跟另外一半吵架，或是前一天太累就用心理假的名义不来上课，让心理假有被滥用的疑虑。有人猜测，以后段考前呢，可能会有一堆高中生请心理假，结果跑去读书，把心理假变成温书假，让这个政策失去了意义。部分网友也认为，学习如何调适压力是求学生涯很重要的课题。如果只是稍微心情不好就可以请假，那未来学生只会越来越没有抗压性而已。至于有些人则是担心，就算心理假没有被滥用，也帮助不到真正需要的人。有的人认为心理假帮不了真正需要的高中生，主要的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是门槛太高，确实对于高中生来说，心理假只要家长同意听起来很简单，但问题在于很多高中生的困扰源头就是他们的家长。这些家长呢，可能平常就要求很多，给小孩很沉重的学业生活压力。如果说学生哪天受不了了，想要去请心理假不去上课，这些家长也不太可能会同意。甚至他们还会反过来质问小孩为什么要请假，请假会跟不上进度，是不是想要偷懒，让学生压力更大，求助无门。另外，也有一些人认为心理假治标不治本，有医师就认为心理生病呢不像感冒，只要休息几天就会自动复原。高中生的身心困扰背后可能牵扯到家庭冲突、同侪关系，甚至是校园霸凌。如果这些根本的原因没有解决只是让学生放假待在家里的话，问题不会有明显的改变。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对症下药，完善配套措施，才是真正该被关心的重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对于心理假到底该怎么放，大部分的学校都在摸石过河，还在找寻最合适的方案。不过，全台湾第一个实施心理假的中山大学就曾经表示，心理假是意义先行。放假本身或许不是重点，而是透过设立心理假这件事情，让学生知道你的情绪、身心状况非常的重要。过去很多学生即使心情状态不太好呢，也会很怕被说闲话或是被贴负面标签，而不想让同学老师知道。但一直硬撑的结果，可能会让自己的状况越来越糟。而现在有了心理假这个假别的存在，至少呢能够告诉学生，因为情绪困扰而需要休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也希望这样子的改变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在面临低潮的时候，更早觉察自己身心状况的变化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也能够真的得到休息，让身心喘一口气。那么总结来说呢，我们是非常乐见高中职愿意做这样子的全新尝试。虽然心理假的实施方法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，但至少很多学校已经踏出了第一步，也才会有后续调整的机会。那么也希望借由这支影片，让更多人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，帮助心理假慢慢的调整到位。好的，那最后呢，想来问大家，对于高中实施心理假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很欣慰，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。B 觉得利益良好，但效果有限，帮助可能不太大。C 不太看好，觉得被学生滥用的可能性比较高。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学校要不要放心理假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高中生过劳以及台湾研究生困境的讨论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祝大家龙心大喜，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，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，好运人人有，上网量加码送哦！走春最 lucky，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，中华有心，龙心大喜，龙心为奖励，永远走在最前面。中华电信。